嗨，大家好。现在呢，我从绿怡花园准备去到村外去啊。快过年了，我们也去领略一下广州过年前的一些气氛，看看哪些地方呢已经有了一些节日的氛围做了什么样的装点，看看街上有没有准备要办花市的那种气氛。虽然呢，今天是星期六周末，但是应该为了春节呢调休今天应该是要上班的日子因为每次过春节呢，都会把前后的周六、周日呢调整到春节可以一起放假而且今年有些奇怪，除夕这一天呢，原本是国定假日因为某种原因，除夕呢变成上班的日子了。这样的话呢，春节就连休向后延了一天，一直到初八，从正月初一到初八连休8天，大概应该是这样但我们作为退休人员对这种上班调休怎么样的安排呢，也没有太加留意因为每天都是周末，天天都可以放假，心情呢只要像过节就好现在起步村内有了很多的交通灯，出门呢有时候吃到红灯还是要等一阵现在呢，我出到了起步的主街上两边呢都是一些商业的店铺。我今天呢要骑出村外走一个小村，然后呢看看能不能骑到番禺的万博长隆那边还没出村呢，就连续吃了几次红灯所以现在从起步开车出门呢，大家都尽量走隧道否则的话呢，你在这个还没出村之前，恐怕就得要3-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呢，就会出不了村。
随着22号线市广路站建设完成啊，周边的这些马路重新的规划、绿化呢，都已经收尾了。总算呢，又可以还老百姓一条通畅的马路了啊！现在呢，我就顺着市广路往长隆方向骑行。今天天气啊，虽然是阴天啊，但是气温呢也就20几度，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骑行的天气啊。现在顺着这条岔道呢，骑到信业大道啊，那边呢有汉溪村，准备先到村里去骑一段啊。因为一般来讲呢，这些农村地带啊，一些村里面的人们呢，应该是最讲究过年的，也是对这种传统的文化继承的最好的地方。只是呢，现在这种村庄啊，大部分都变成了城中村，基本上已经见不到往昔的那种村庄的田园风光，而且呢，人也非常杂啊，所以已经没有了那种田园的景象，这个呢稍稍有些遗憾啊，所以以至于生活呢，这些传统的过节啊等等啊，恐怕也只能留在老百姓的心里边啊。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信业路这条主街上。从这边开始呢，这条路啊已经修建得比较开阔，绿化呢也整得不错啊。但是呢，它前面那段要跨过星光大桥的那一段呢，不知道开通了没有啊？但想必呢，以后就会从这边一直去到南村，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道。
现在呢，我左转啊，向着前方的汉溪村骑进去。虽然也做了一个门楼啊，但是里面呢，就是真的已经没有了往昔的那种乡村的风情，而是一条城中村的商业小街的模样，就像大家眼前看到这样子一种比较乱糟糟的景象。从这条以前的农村的街道啊，变成了两边都是一些小商业、小餐馆，还有一些生活设施、便利店等等的这么一条街道，你看不出有任何过节的这种气氛，甚至连个红灯都没有装上啊。唯一被保存下来的呢，就是村头的这个供大家休闲的小院子，算是村民广场吧。他们这边也叫文化长廊啊。以及呢，这个村头啊，保留着几间以前的宗祠大宅。老百姓呢就会在这边打打牌，闲坐一下，打发一下时间。这个村庄呢，主要还是姓简的人在这边开创，所以这边的几个宗祠呢都是跟姓简的人有关。既然来到这边呢，我们也到这个文化长廊去转转吧。就每次来到这样的村落里面呢，虽然当地人也尽可能的保留一些祖宗们的一些建的像宗祠这样的房子，但是呢，真的是已经完全是一种破败的样子，不但没有走向现代化，反而呢就是有一种破败之感。这个有时候真的让人深思啊。其实这样的农村，因为很多土地呢都已经通过出让、转化，变成了摇钱树、聚宝盆。我们把镜头伸向这个大祠堂。你看啊，这个祠堂呢还保留得完好啊。水为财，这是广东人最重视的一种景观。然后呢，边上呢就会有一些亭子、长廊、长椅啊，供村民们呢在这边闲坐、休息一下啊。就这一点呢，应该是唯一保存下来的给村民们的一些设施。但是你再看一看啊，这个边上这个房子，就反正尽自己能力啊，尽量往上建。完全不顾周围的这种
原本的风貌。这种感觉呢，就是纯粹对环境的一种破坏啊。但是呢，只要这个村里出租的土地啊，或者建的房，包括厂房、出租房，能够换来一些钱来啊，让村民们呢能够参与到分红，所以大家基本上也就是顾了自己的口袋啊，对整体的环境呢，也实在是莫忘台了啊。这个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他们也就只能得过且过。自己的权益没法得到伸张的时候呢，或者说也没有表达渠道的时候呢，他们也就只能是顾一些个人的小利益。至于这个村庄的将来的走向啊等等啊，也顾不上，可能也无心去管太多这种闲事。我相信呢，这是这种转变为城中村的很多的乡村啊，都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继续沿着村内的小路骑到汉溪大道上去。不知不觉呢，又开出了一条交通道啊，汽车道。但是门口呢，也是做了门警。其实这村内这边拦了一个路口收钱。看到牌子上写着前方300米呢有地铁站。
星光路的桥底下呢，还是像以前一样啊，随随便便的摆放着很多的电单车，有老百姓出行呢，靠这条3号线啊。但从家里到车站呢，还是要靠电动车、脚踏车。这个右侧的围墙里面呢，正在建一个算是豪宅吧，新世界的耀盛啊，一个大楼。下面呢将会有很大的商场。从这边望过去呢，可以看到啊，就是跟前面的万博的高楼啊，将要连成一片。这边呢，就是长隆地铁站附近呢，已经发展而成的一片商业区域了。我记得有一回专门到里面去骑行过。而这个对面呢，以前是长隆乐园的这么一个地方呢，已经陷入了一个建设热潮之中啊。估计啊，要不要3-5年，这边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旺的易商易住啊这样的区域。我呢继续向前骑，从这边到万博中心呢，大概也就是一个地铁站啊，但是基本上以后建筑都会连成一片了。谁也想不到啊，就是番禺区呢，以前是番禺县啊，其实也是真正的广州，在1-2千年以前就叫番禺，曾经的中心后来沦为乡下，但是呢，现在又摇身一变呢，成为广州啊，拥有第2个仅次于天河商业中心的一个 CBD。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建设过程当中啊。这里呢，就是锦绣香江的正门。你看啊，正门前呢，一个巨大的橘子树啊，摆在门前啊。而这个马路对面呢，以前就是长隆酒店的入口。现在酒店还在啊，但是外面这些房子呢，都已经变成了住宅大楼了。
我看到前面那些楼都已经起完，都搬进去了，也就是3-5年的时间吧。好，我们现在沿着汉西大道继续向东骑行。这条路呢，以前特别安静啊，你看啊，这些绿植啊，已经两边快连成一片了啊，所以这条路呢是很美的一条路。现在呢，骑过番禺大道啊，马路对面呢就是万博中心了。广州应该称得上第2个 CBD 的地方。现在呢，一切还在建设过程当中啊。正在等红灯的时候呢，我们也来看看后面啊。刚刚就是从前面这条路过来，你看啊，这个街角啊，已经起了好多的这个大楼。但是更靠马路这边呢，相信是更高层的一些商业大楼吧。30年以前乡下地方，现在变成寸金寸土的商业旺地了。到了这边呢，就明显的感觉过节的气氛比较浓了。你看这树上啊，挂着一串一串的灯笼啊。你看这个街头那些龙啊，这种装饰都摆得出来。今年春节呢，就是龙年啊，广东人是最讲龙马精神的，希望是一个好年。这里的天河城呢，有一阵子没来了，不知道最近是不是比刚开张的时候
忘了很多呢？这边呢也得益于2个地铁站交汇啊，18号线和7号线在这边交汇。虽然在地铁里面要走换乘啊，要走蛮长的时间的，但毕竟是2个地铁的地铁上盖，所以这边呢会发展得很快。刚刚的汉西长路那边应该也是一样，是7号线和3号线的交汇点，所以呢肯定也是将来一个畅旺的商业街口。看来今天马路上人真不少啊。昨天呢，我和家人去广州南站高铁站接一位亲戚到广州来过年啊，就感觉地铁站秩序还是相当不错，而且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提升，整个的地下停车场啊，无论是标志还是停车线呢，都做了重新的分布，感觉更为合理。而且上到接站的大厅呢，就发现人并没那么多啊，所以不感觉到乱。但从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知道啊，就今年这个春运啊，没有以前那么火爆，就很多人呢，早早的已经回乡，赶在春节前回去的人呢，已经不多了。现在呢，来到这个表兴道步行街啊，就这边呢，应该是深受年轻人欢迎的一条步行街，确实做得还不错，还是迎合了年轻的口味啊。当然了，也有很多的这些灯笼挂在外面，增加了节日的气氛。相信到了黄昏啊、傍晚的时候亮起灯来的话呢，会更有氛围。前几天呢，我去了沙湾古镇，就古镇呢，应该还是有很多值得保留的古建筑，还有当地的王府的文化。我觉得这些应该保存保留啊。但从另外一面来讲呢，就是作为一些新开的商业区，像这种类似 CBD 这样的地方呢，还是要现代化、年轻化啊，不要沉迷于传统，而更多的应该是符合这个时代向前的潮流才对啊。
前面呢就是南大路、南大干线了。南大干线刚全线开通时候呢，专门来走过一回。过了几个月啊，我们又骑到了这边，那就顺着新开的南大干线边上骑一段吧。左侧呢，这条快速路啊，就是南大干线啊，去年才全线贯通的一条，应该是东西走向的干道，类似于星光快速啊。看来这边车流比较大了。我看到就在左侧的这个景观路隧道啊，就是这边南大干线通车的第一天就遭了水淹的这个隧道啊，那么现在肯定都已经修复如初了。看到这个马路的两侧呢，绿化带啊、景观带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这边呢就有一个叫原港站。
左前方呢是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啊，应该也算是一个大医院。这条路呢是新南大道，我就拐进来。
这边呢还保留了一座小山，叫玉山，这里有个玉山公园。我看到前方啊，就是番禺大道上的高架桥了，所以应该离回家路很近了。我刚刚搞错了，这条桥呢并不是番禺大道上的桥，而是南沙港快速路。也就是说呢，我其实已经走过头了，还得再倒回去找回家的路。现在呢，我骑行在南沙港快速路的高架桥下，前面呢应该有去南村的路啊。我在路口瞄了一下啊，原来在我的右侧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南村花市街啊，应该是番禺区迎春花市南村花街。这边摆了很多的各种花卉啊，但是好像都被挡住了啊，不知道刚才给不给进呢？
应该是可以的，我到里面去溜达一圈。哇，你看这个南村花街多漂亮啊！嗨，大家好，我现在身后的呢就是番禺区迎春花市南村花街啊。